当 MC 中的各种物品都可以做成剑，其中的一把剑更是可以造成指数型增长的伤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出枪的小猫，欢迎收看《好剑生存》第4期。来，给大家欣赏一下。OK，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收集的全部32把剑了，还有20多把剑没有收集。那么今天咱们就去把末地的剑收集一下。然后去末地收集剑之前，我们要准备一个专门为末地而准备的一把剑，那也是我们上期说的要做的克制梦影人的剑。不过做那个剑的话，我们需要用到海绵啊，因为海绵可以吸水嘛。我们把它吸了水之后再做剑啊，就可以对梦影人造成极其高额的伤害。OK， 出发，找一下海底神殿吧。哎，这个位置有村庄。这是不是我们刚刚那个村庄啊？好吧，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村庄，算你逃过一劫，好吧。一般的话，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会有海绵房，直接挖下去。哎，这个顶上就有海绵房，趁挖掘疲劳之前，赶快挖2个下来。哎 ，nice， 挖到了。OK， 来做一下我们的海绵剑，这是一个湿海绵剑。湿海绵对怕水的生物来说超级变态啊，特别是梦影人。其实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干海绵剑呢。干海绵剑的话可以吸水，不过我们吸了水好像没用啊，但是的话这个剑还是得做一把的。哦对，这个海晶石的话还有一把剑呢，我差点忘了。海晶石剑的话可以对海底的生物造成巨额的伤害，不过它需要击败守卫者获得的那个碎片才行。最后一剑 ，nice， 海晶石，哎，来这一把可以对海底生物造成巨额伤害的海晶剑做出来了。现在的话我们再去打刚刚那些老头鱼就不用再怕了，我们这个海晶剑可以对他们造成很高额伤害的。一下11点，随便就给他秒了，好吧？好，哎呀。然后的话，再回一下末地，这些小黑什么的，这是个嘚儿。哎，你们看我这把吸水海绵剑，直接一刀秒掉，来几个秒几个，我都不需要蓄力，一刀就是一个。疯狂收集末影珍珠，超级好用啊，观众朋友们。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去拿一些鞘翅了。这边的话还有很多紫松果啊，紫松果咱们也可以收集一波，等会可以做一把紫松果剑。哎，末地船。nice， 哎，不过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的海绵剑好像就没啥用了。啊，铁针剑好像没有用，不过打他挺痛的。这铁针剑砸他头顶了，他都不扣血。我们需要收集4个牵引壳，做一个牵引备件。钻石盔甲，哦，经验修补加保护3，天哪！还有什么钻石铲铲？哦，4个了。快跑！去找一下鞘翅，受死！哇，好多绿宝石，鞘翅，呜呼，完美了！至此，我们可以在末地收集的剑的材料就已经收集完了。我们现在回一趟主世界吧，来做一个牵引盒剑。然后是刚获得这些绿宝石啊，绿宝石可以做一把对灾厄村民可以造成巨额伤害的剑。如果我们可以打劫掠的话，就可以带上这把剑了。然后是紫松果剑。OK， 出来试剑，牵引壳剑的效果就是可以把其他的生物打飞，这个剑还是挺好玩的啊。可惜的话附近没有村庄了，不然的话可以让村民体验一下。村民的话应该从来都没有飞过吧？哎，不行，必须要让他们体验一下。看一下地图上哪里还有村庄？哎，这里有一个，来让他们体验一下。这么好的东西不给他们体验太可惜了。太空漫步的感觉怎么样，小村民？哦呼，太爽了！让僵尸也体验一下。然后是那个紫松果的剑，紫松果的话就是传送嘛，这个的话就挺明显了，就是说我们攻击之后可以把怪物直接传走，像这样子。他这一天又能体验飞行，又能体验传送，人生圆满了，好吧 ？OK， 回家把这几把剑收起来。这几把剑的话，其实好像对我没啥用处啊。然后这个世界还有一把非常变态的剑，可以用来打血量特别高的 BOSS。然后上期的话，我们不是说要打凋零吗？打凋零的话，我们可以获得梦影水晶啊，可以弄一把信标之剑。所以我想要做一把比较强力的剑，专门拿去打凋零。先收集一点吃的，刚刚去一趟末地，把我吃的全部打完了，就离谱。去地狱打一下恶魂之泪，还有凋零骷髅。OK， 把我们的模式开成困难，刷一会儿凋零骷髅，一边刷骷髅一边等恶魂。哎，凋零骷髅头真的超难打。哦，凋零骷髅头，哇，这么多！来吧，掉出来吧，出来吧！哦，第二个，掉头！哦，哇，终于打到了！哇，3个了，观众朋友们，我这个石英剑都快打烂了。然后就是恶魂了。OK， 掉了。哎，怎么只掉了火药？哎，我丢。
我们需要收集2个恶魂之泪，来制作一把末影水晶之剑。哦，掉了一个，再来一个就好了。哇，这里还有个助力堡垒，但是咱们已经不需要了。受死吧！耶，又掉了，打了3只就集齐了，哈哈！末影水晶之剑 ，OK， 超强的剑已经做好了，现在就去打一下凋零吧。走着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哎，在这个地方的话，凋零不会飞得很高啊，因为它的头顶被挡住了。挖出一条稍微长一点的通道啊，免得一会儿被凋零打成憨憨。好，差不多了，这么长一条就够了。凋零，准备受死吧！呜呼！哎，不对，我这高度好像搞太高了，它不会飞到基岩层顶上去吧？哇，坏了，还是卡住了。算了，没事，我们先试一下我们的剑，1点伤害，4点伤害，6点伤害，10点伤害，18点伤害，34、66、130，最后一下31。哎，这个最后一下的话，其实应该有200多啊。我们刚最后一下伤害应该是200多的。咱们这把剑的话，拿去打末影龙肯定也是轻轻松松的，好吧？伤害指数型增长的剑，超级牛。然后我们现在有下界之心了，下界之心的话可以做信标，这个信标可以再做一把信标剑。哎，等一会儿要2个信标啊，要2个下界之心啊。哇！忘了，那这边的话，咱们就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剩余的剑吧，还有这个用信标合成的剑，因为咱们这个是最后一期了，再重新打一个的话，好像没什么必要啊。我手上的这几把的话，是我感觉比较有意思的剑啊，来给大家试一下。首先是这个信标剑，信标剑的话，就是咱们一边打会一边获得各种信标效果，持续的时间是15秒，还是挺好用的。然后是 TNT 剑，就这把剑非常危险，好吧？它在攻击的时候会造成一个 TNT 的爆炸，还有可能会打到我们自己啊，就非常的危险。然后是凋零骷髅的剑啊，攻击力很高，然后它的攻击会附带凋零效果。然后是复活图腾剑，它的攻击力是非常高的，然后它有一个特殊的效果，就是我们拿着这个剑死亡之后会触发一个复活图腾的效果。不过稍微有一点亏了，因为它是由2个复活图腾制作的。再然后的话是这个仙人掌剑，仙人掌剑在打怪的时候会打到我们自己，这把剑是属于伤敌100自损200那种。然后是最后一把了，西瓜剑。西瓜剑的话会在攻击的时候出现一个小型的西瓜爆炸啊，就是伤害不是很高。OK，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本系列到此完结，我们下一个系列再见，长按点赞更快出下一个系列，拜拜。